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很快的，我们就迈入到了3月份，也就是己卯月。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去最大化这个月份的能量，来帮助自己在事业上能够挖掘新的机会，还有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我也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月份的财富方位是在哪里，然后要如何去引动它。所以大家记得呢，要留守到视频的最后啦。好，那事不宜迟，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己卯月。大家可以看到呢，己卯，卯呢本身是有一个乙木在里面的，乙木呢是我们属阴的木，那己呢是属阴的土。所以呢，这个月份的能量啊，它跟上个月呢也是有一点相似，是我们的地支，就是下面的这个部分克它上面的这个天干部分啦。我们的木是克土的，这个代表啊，在生活上很多人呢也会感受到比较辛苦、比较不容易。但是对我来说啊，所有的不容易、艰难啊，都是训练自己的一个机会。那如果上个月呢是需要大家去勇于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的话，那这个月份呢，其实更多的是在于要保持一种坚持还有持续性。这个月份啊，谁的持久力越久，谁越能站到最后，谁能做更好的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谁就会得到最大的好处啦。你看这个己卯啊，它的一个形象呢，就好像有一些小草，有一些植物呢，生长在这片土地上。那大家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景色啊，可能会认为就是平平无奇的土壤长着草，对吧？但其实呢，它背后啊，代表的是这些草呢，因为它们持续的在生根、在生长，它们的这些根啊，让这个土壤呢可以维持在这个地方。大家想象啊，我们在一些新开发的地方，当我们没有植物的时候，这些土壤、这些泥土是不是很容易就被水所侵蚀、被冲掉？所以如果这个土壤啊没有这些植物来抓着它们的话，那其实呢，它们的这个作用啊，它们本身的这个价值啊，就会变得没有了。所以从己卯的这个月份能量，我们得到的启发呢，就是要记得保持一种 consistency， 要不断的、持续的、坚持的，在某一个领域里面去发挥你的作用啦。那你这个月份呢，要启动我们的财富能量的话，我们有的吉星啊是叫禄神。那这个禄神呢，其实也给了我们的一些提示，代表啊，谁可以付出最大的一个努力，谁可以做最多的事情，谁就将得到最大的一个回报啦。所以呢，这个刚好啊是回应我们刚才的第一点，就是谁可以持续的去做一件事情啊，将会是这个月份的最大收获者。那所以啊，大家呢可以做的事情啊，是每一天都设立一个小小的目标给自己，不需要太大，因为我们的这个月份的能量只是1个月。那你只要呢，我们的30天，每一天呢都有一个小小目标，让你自己去完成它。当你1个月过后来回看，你就会发现了，哇，原来自己呢也是可以完成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我会需要大家留意的是，我们的这个月份的能量啊，都会让人呢过度操劳、过度的工作，所以呢，健康啊也会比较容易受影响啦。如果你本身的健康啊、身体呢是不那么理想的话，记得要多照顾身体啦。那由于之前有人问我可以分析一下健康吗？那我这里呢就提示一下，如果你的日主是甲、己、壬、癸这4个的话，在这个月份啊，你们要更加的留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啦。我不是说你们这个月份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是呢，这个月份的能量对你们来说啊，健康会比较容易受影响。所以记得早睡早起啊，吃得健康啊，保持开心的心情啊，都会非常的重要。这个月份的财富方位呢，主要有3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啊？其实是取决于你自己现在的身份还有需求啊是什么。那如果你本身啊现在呢是在创业，是一个老板，自己是一个自由工作者的话，我会推荐使用西南方。
因为我们的西南方啊，在今年呢仍然是我们的财位，那3月份啊还是可以作为一个财位来使用。那你们有2个选择，一就是把自己呢放在这个方位去工作，那第二呢就是按照我现在给的这个时间啊，放一个光源或者明火在那一边。那如果是明火的话，你需要放4个小时就可以了。那如果是灯源，就是电灯啊，或者一些桌灯啊，那这个呢就需要放24个小时啦。这个位置呢，在这个月份呢，如果你去使用，或者你用风水的方式去启动它的话，它会增加你个人或者你们公司的影响力。它是通过你们有更强大的、更大范围的一个影响力过后啊，来创造更多的销售或者现金流啊给你们自己啦。所以呢，你在做了这些启动过后，你呢也要向外去推销，向外去跟别人沟通，告诉别人啊，你们有的产品，你们有的服务到底是什么啦？因为啊，不会钱从天而降的，对吧？好，那第2个位置呢，其实是在东边。那东边呢，也是适合这些创业的老板使用。但是呢，这个东边啊，它是比较偏向于快速的钱，它呢不是一个长远的，可以让你比较持续的有收入的一个方法。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啊公司急迫需要一点的现金来帮助你们公司运转的话，我会建议呢，你可以用这个位置。那一样的，我也会给大家一个时间呢去做启动。不然的话，你把你自己放在这里去工作的话，也是 OK 的。那第3个位置呢，是在西方。西方呢是提升你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你的一个思考能力。所以呢，这个位置啊，其实是适合公司的员工，你是帮人家打工的，就会非常的合适你啦。那当然，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现在暂时需要解决一些问题，你也是可以用这个位置。那启动的时间呢，我也是会放在这里。你要变得聪明的话，把自己放在这里也是 OK 的。那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月份可能会有的危机啦。我们回应刚才第1、第2点，大家呢要更努力，要更劳碌、更加操劳的去工作的时候，其实呢这个月份比较大的风险啊，反而在健康。那这个月份的健康问题啊，很有可能是跟你的肠胃的消化系统比较有关系，所以呢，大家记得要定时，你们的饮食啊要固定时间，要照顾好饮食的均衡啦，然后还有睡眠呢也要足够，避免呢让自己啊过度的压力还有操劳啦。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己卯月有的一个能量分析，还有你可以如何最大化它啦。接下来呢，我们将迈入10个日主更详细的一个讲解。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大家需要知道自己的日主是哪一个。我已经有拍了一个视频啊，在这里，大家记得去看。事不宜迟，我们就进入正题。首先，第1个日主啊是甲木。甲木这个月份走的是正财还有劫财的月份。那甲木啊，这个月份呢，你们就有一句话叫“能者多劳”。因为呢，你会发现啊，突然间身边啊多了很多人在依靠着你，他们需要你呢的帮助，需要你呢出头，需要你去解决他们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会觉得啊，甲木这个月份是这么多日主里面做最多事情，但是同时呢，他们又觉得没有任何收获的一个情况，就有点像做白工这样子啦。因为毕竟我们的劫财跟正财啊，它们是一个相对冲的能量，所以呢，会很多事情啊，你想做，你要在你的控制范围里面，你想把它做好，但是呢，因为同时间又有很多的人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去帮他们解决，所以呢，导致啊，你的事情啊，需要做的、需要解决的越来越多。到最后呢，好像自己的事情都没有完成，比较多是完成其他人的事情啦。那对我来说啊，这样子的情况有时候呢也不是一个坏事，因为呢你就好像在卖了一个人情给其他人，
你可以把它视作提升自己的一个时间管理能力啦。那如果你可以成功的做到越来越好，成功的安排到，就算有很多的人来找你，你也是可以应付得了。其实呢，你也会比别人更突出，你会展现某一种领袖或者领导的特质。因为毕竟我们的节财，其实如果你做得好的话，你懂得如何利用的话，你也是可以提升在你的公司或者团队里面的领袖特质，也不是完全是坏事了。好，这是甲木。第二个日主呢，我们来到乙木。乙木走的是天财还有比肩的月份。那乙木非常的简单，它代表的就是团结，就是力量。那团结去做什么呢？就是去完成你们工作上或者你们事业里面需要完成的事情啦。那你可以找呢更多你的伙伴，更多跟你有相同目标的一些人一起来完成你现在有的一个目标啦。那大家还记得刚才的比喻吗？就是一片土壤，如果呢这棵草只是一小颗的话，那你会觉得它的这个抓地的力量会很强吗？肯定不会，对吧？但是如果它可以找到更多的草，就好像遍地都是小草的话，那其实它的力量呢就会非常的强。这个土壤呢基本上不会流失，不会跑掉，完全呢在你们的掌握里面。所以我会说这个月份如果你有什么难题，你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话，记得去找你的朋友或者呢跟你有同样问题的一个人，你们呢一起来集思广益，或许你们会找到一些新的方法，不然的话也是可以一起动手，一起去面对。所以我才会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就叫团结就是力量。所以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小草团队啦。好，这是乙木。第三个日主呢，我们来到丙火。丙火走的是伤官和正印的月份。那丙火这个月份呢，基本上就要展现一下你的生活的智慧。那你可能会说，如果我没有智慧怎么办？那其实你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你自己本身的一些经验，你的学习，对你来说可能是再正常不过的东西。但是呢，如果你把它表达出来，你用非常简单或者其他人呢很容易理解的一个方式去传达出去的话，别人会发现这个观点或者这个想法呢，我是没有听过的，是非常的新颖的，是非常的不一样，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野还有想法。所以呢，丙火绝对不要小看你每一天有的一些想法，或者你的生活里面你自己领悟出来的道理。这些呢，可能对其他人来说可能就是那么一句话，所以扭转了他们的那一天。对丙火来说这个月份的能量呢，其实对他们的影响不会非常的大，反而呢，他需要往自己的内心，往自己身上去挖掘，然后去发挥相关的效应啦。因为我们伤官讲的就是展现一些比较新颖、比较另类的东西。正印呢讲的是你的智慧、你的知识、你所懂的东西。所以呢，你要把对你来说已经是非常习以为常的，你要用一种比较新颖、比较另类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了。这就是丙火这个月份可以做的事情。那第四个呢，我们来到丁火。丁火走的是食神和偏印的月份。那丁火呢，这个月份就非常有趣，它需要做的是不断的去升级，去提升你现在本身有的一个才能或者才艺。就是你在公司有什么能力或者一些技能是老板或者你的这个生意这个企业呢是需要的，你可以做的是不断的把它优化，不断的去升级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啦。
因为我发现啊，有一些人呢，在工作里面，他永远呢不会升级自己的技能，他就是一招走天下，或者呢一招走30年，他永远呢不会有任何的进步或者成长。他呢处于一个非常舒服、比较安全的舒适圈里面，但是呢，这样子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啦。因为呢，我们的未来的社会啊，世界呢是会不断的在变化的。我们9月呢讲的就是不断的淘汰，不断的换新。那如果啊你不趁机呢，让自己啊走在升级、走在成长的这个道路上的话，你呢很快就可能会被人家刷下来啦。那这个月份丁火啊就有一个这样子升级自己的机会，所以呢，无论任何技能都好，无论任何的能力，你都可以去思考这个方面的能力，我的下一步可以去到哪里？你是需要更多的进修吗？你需要考取更多的文凭吗？你需要不断的向外或者找不同的人来学习吗？都可以。升级啊，永远都是好事，所以我会觉得呢，丁火这个月份算是很不错的一个日主。那第5个呢，我们就来到戊土。戊土走的是劫财还有正官的月份。那戊土啊，就需要秉持我刚才提的2个重点。首先，第一个，你要保持一种持续性，无论是任何的事情，你现在在做的，你需要持续的继续去做。然后第2个呢，你需要专注，你需要保持在，你要维持在你的那个跑道，你专业的那个跑道。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劫财其实讲的是，你会发现身边有不少的同行或者你的同事是跟你在竞争的。劫财永远是竞争的能量。但是呢，对于戊土来说啊，它的竞争不会像其他的日主这么强烈，因为戊土跟己土2个呢，其实他们在发挥各自的一个作用。那戊土呢，只要维持在你自己的那个跑道，你自己的能力范围，你的专业里面的话，其实呢，你不会受这个己土太大的一个影响啦。反而呢，你会更加的凸显你跟其他人，就是这些己土的不一样。所以呢，我觉得戊土啊，这个月份是非常简单的。你只要让你的头脑呢不要思考这么多，只要坚持在做一件事情，坚持在你的跑道上面就可以啦。好，那第6个日主呢，我们来到己土。己土走的是比肩和七煞的月份。那己土啊，这月份我会说啊，要往外去外面呢找更多的朋友跟你在一起来面对眼前的问题啦。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危难的时候会显真情，对吧？所以呢，如果你在生活里面呢，真的有遇到一些问题、一些难题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跟你的朋友去请教，跟你的朋友一起来思考，让他们知道啊，你现在有这个问题，你需要他们的建议或者帮助。那我相信呢，你们的朋友啊都会非常的乐意给你帮助啦。你们有这个月份的比肩的能量，代表呢，你跟朋友产生连结的情况会比较容易。不要害怕往外寻找其他人的帮忙，不要害怕让别人知道你现在有的困难。因为有时候啊，恰恰是这些困难的时候，这些比较脆弱的时候啊，你才会发现谁是你真正的朋友。所以呢，这个月份的能量啊，也可以被你这样子利用，让你呢 filter out， 就是筛选或排除掉一些不是那么好的朋友。那第7个日主呢，我们就来到庚金。庚金走的是正印还有正财的月份。那我们听到2个正，就代表呢非常的好。好在哪里呢？庚金啊，这个月份会非常的正式，会非常的努力去完成所有他想要做的事情。那如果你之前呢是比较慵懒的话，那这个月份呢，好消息是你就会跳起来，你会觉得啊不行了，我一定要动起来，我一定要完成它。
那庚金啊，在许多日主里面，它算是一个比较冲动、比较快速、直接的一个日主，所以呢，你们可以利用这个月份的能量，就是正财还有正印啊，来培养一种比较耐心、比较仔细的去安排，比较有策略性的一个安排，来做你现在手头上的事情啦。因为有时候庚金的做事方式啊，就是他有什么事情他就会直接跳进去，但是呢，这个月份反而呢，你可以先缓一缓，让自己啊熟悉这种先思考过、先安排过再去执行的一个能量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啊，在做事情方面，我们要有一种平衡，对吧？我们要快速可以处理，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过度的鲁莽。那这个月份呢，就是来培养你在这方面的能力，让你呢不要这么的鲁莽，或者呢，让你呢可以比较有耐心，比较可以稳定，让你可以比较不要这么急迫，不要这么急躁的去做事情啦。好，这是庚金。那辛金呢，走的是偏印还有偏财的月份。那辛金啊，这月份有的能量呢，就会非常的活跃。对你来说啊，这个月份最好的策略就是往外跑，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探索新的东西，而且要保持一种学习的心态，一种好奇去探索的心态。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呢，原来有更多新的机会啊，新的一些视野啊，来到你的眼前。所以呢，我会觉得啊，你这个月份呢是非常非常好，去给自己一个机会，给自己一点的时间，从你原本的一个专业，或者从你原本的一个工作啊，跳脱出来，去看其他的可能性。这些事情呢，可能是你之前啊略有一些了解的，但是呢，你没有太深入的去学习啊，或者太深入的去探讨。那这个月份呢，你可能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能量，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你跳入进去。你呢会发现，原来有另一片天地，或者呢一些新的可能性啊，可以从中得到。那当你下个月份去到另外一个能量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把这些全新的视角或者一些机会啊带回来你原本的工作里面啦。好，那第9个日主呢，我们来到壬水。壬水走的是正官还有伤官的月份。那我们看到这2个能量啊同时出现的话，又代表没有好事啦。对我来说啊，也是有它的一个用法的。壬水这个月份最好的策略就是要突破盲点。有些时候啊，我们在我们的一个做事方式、我们的一个系统、我们的一个规律里面做事太久的话，很长呢，我们会失去一点的视野。我们在里面太久了，我们没有一个跳脱出来。所以呢，你这个月份主要的一个目标、主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尝试让自己可以抽离这个系统，可以抽离这个规范、这个日常的作息，去回看你现在做的东西是否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有什么局限吗？是有一些卡点是你可以去解决的，或者去改变的。我们的伤官见正官的时候啊，永远呢都是一个冲突，或者要突破，或者呢对一些局限限制呢非常不满的一个状态。那普通人呢会用在去顶撞他的老板啊，或者呢看老板不顺眼啊。那如果你是创业的，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大环境、这个经济，你的更大的一个同行在挤压你，你会觉得非常的不爽。但是呢，我反而要大家不要陷入这种情况。你呢，更好的一个做法是抽离你自己，抽离你现有的一个环境，你现在的一个系统、一个规律里面。当你可以这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呢，
你自己的一个世界观，你自己的一个视野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你呢就可以做更多的改变，而不是非常被动的认为别人来限制你。因为很多时候有一些限制呢，其实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而不是其他人给你的啦。那我们这个月份的能量呢，只是放大这种限制，放大这种无法突破的感觉啦。那你要找的就是找到一个方法，去让自己可以突破盲点啦。好，最后一个日主呢，我们就来到癸水。癸水走的是七煞还有食神的月份。那癸水这个月份呢，其实呢不是那么的理想，因为我们癸水比较不喜欢看到己土这个能量。你可以想象就是拿水跟泥土混在一起。当你混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无法再分开了，对吧？我们的水跟泥土呢，你是很难立刻把它们分开的。当然，你可以通过一些加工或者过滤的一些方法来重新拿回这个水，那不然的话，你呢就会变成泥沼或者一个泥浆。所以呢，对癸水来说这个月份呢有一些问题，有一些挑战呢，会非常的棘手，会非常的缠绕着你。你会觉得生活有很多问题，都好像没有一个解决方案，没有一个出路，它不断的缠绕着你。但是呢，好消息是，同时间其实你有食神的能量，那食神呢是可以很好的去克制或者去化解这个七煞。食神是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那所以呢，这个月份呢，你就会有一点像化险为夷的一个状态。你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感觉非常多的问题，感觉非常难过，但是呢，事情到最后呢，都会有一个解决方案。可能这个解决方案呢，更多的是由自己产生出来的。你自己突然间有一些想法，有一些直觉，有一些比较新颖的想法，或者一些新颖的解决方案来化解你现在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所以对癸水来说我会说这个月份你要选边站，你呢是要永远卡在这个难题里面吗？还是认清自己对这个月份呢会比较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呢你还是非常积极非常乐观的去思考我要怎么解决，我要找到方法。那以上呢就是10个日主在这个月份更详细的一个讲解啦。那希望呢大家这个月份可以努力的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啦。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留言，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啦。我是伟权，你们的命理风水师。那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